欢迎再回到廖医师的生活中医。那我们要再介绍下面2道年菜，其中一道呢是紫气天寿香健康，另外一道是没负担跳慢步。那我们首先来介绍紫气天寿香健康的食材哈。那紫气天寿香健康，首先我们要使用的是这个小建中汤。那小建中汤呢，基本上它是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是由桂枝汤加减而来的，主要的目的可以来帮我们调理肠胃，然后让身体的中气稍稍的调节起来哈，小小建立中气之意。那里面会用到桂枝、炙甘草，然后白芍药，还有红枣以及我们的姜片。那另外最重要的是这个麦芽糖、饴糖的部分。那首先把药材倒进来之后呢，记得红枣一定要把它的表皮剥开来。那剥开的目的呢，主要是因为红枣的皮很坚硬。那有剥开跟没有剥开的时候，它的有效成分煮出来的差异会好几倍以上哦。那我们大概加入1000cc 的水下去做烹煮，大概半个小时。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制作馅料。首先，我们一样把这个香菇切碎。好，香菇切碎后呢，我们这个事先已经先把它蒸熟的山药，这时候因为蒸熟了，所以它的皮非常好的撕起来哈。好，那我们加入适量的豆腐。这豆腐我们先放一半哈，那等一下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再加。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压成泥。那这边用日本山药呢，它会比台湾山药好一点的地方在于，它里面的黏液质很多哈。那这黏液质很多的状况之下，可以增加它的粘稠性，还有我们吃起来的时候滑嫩的口感哈。那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加入刚才切好的香菇，然后加胡萝卜增加它的颜色丰富性哈。然后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加入一点点的法菜。好，我们把它拌匀。为了等一下我们在香豆腐的时候，它会比较不容易散开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的面粉加一点点的水下去，把它调匀，它这样子粘稠度会更好在我们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切记，要同一个方向搅拌。你如果一下子搅正面，一下搅反面，它会不容易搅得粘稠反而会变成稀稀水水的我们在搅的时候，一定是要顺一个方向把它一起搅拌，这样子它的粘稠性才会出来好，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就要开始做茄子那茄子呢，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特殊的造型我们要把它做成灯笼状的。那首先我们把茄子对切，把它修稍微的整齐一点点它到时候弄起来才会比较漂亮。好，这时候呢，我们来把它切，可是不能切断大概切0.1公分的宽度。然后到第12刀的时候把它切断。这时候我们中间慢慢的把它香料。看我们这样子把它香起来，它看起来就会像一个灯笼的造型。这样子，把它摆到这边来。好，那这油豆腐呢？我们就是中间把它切开。那如果油豆腐你觉得它太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切掉一点点的油豆腐，我们可以不用这么多我们只要是要它的空间我们可以把它中间的这些油豆腐稍微挖一点点出来，一样，我们香料进来像这样子油豆腐香。好，那我们就慢慢的把它做完整那我们刚才的香豆腐，还有香茄子就像这样子把它做好，那茄子你看起来就有一个灯笼的造型这看起来喜气满满。再来我们要先准备下一道的食材，也就是我们要来开始做所谓的素鳗鱼的部分那我们这个素鳗鱼呢，我们是用的是蒸好的马铃薯泥跟芋头泥这2个会比较香，然后会搭配上这个豆皮还有海苔的部分那加海苔主要是因为海苔会有一个类似海鲜的口感那我们一样把这个泥压一压。那你如果觉得这个料有点干的话呢，我们可以加一点香菇水，让它不会那么干好，那这时候呢，我们的泥压好了
我们这时候就用一些豆皮，用这个豆皮摊开，我们来上我们的马铃薯及芋头泥，然后像这样子把它粘上去。好，那我们现在这些前置作业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来炸来帮它做一些油炸定型的动作。那一样先下一点油。好了，我们炸到这样子金黄色，外表有一点酥酥的，我们就可以准备把它起锅喽。这时候呢，我们就在炸我们的鳗鱼。那我们现在来做梅汁那我们用梅汁的目的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过年期间油腻的吃太多所以我们可以吃一点酸酸的东西来解油腻，然后也可以增加下一餐的食欲。所以我们放一点点油，好，然后这个是我们去年做酒梅所剩下来的梅子，我们就放3颗。然后我们可以倒一点点梅酒下去，不要太多，不然会太酸然后呢，再搭配一些老梅汁这是已经把梅肉都已经加好的。这时候我们先把它煮一煮，熬煮。另外呢，我们要注意一下，现在市售的梅子很多他们会为了减少糖的这个成本，现在都会用所谓代糖也就是 aspartame 这个东西来作为甜味剂的增加。那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当你去买市售的梅子的时候，要看一下食品添加物的部分如果是纯糖盐腌制出来的，那就比较没有关系。或者是自己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在梅子盛产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腌制这个梅子或者是梅酒，让自己吃得更健康。否则有时候讲真的，很多的身体的负担会因此这样子而产生。我们把刚才炸好的放下去，让它焖煮一下，大概煮个3分钟吸取梅汁的味道。好，我们现在煮大概3分钟左右这个已经煮的这样子可以了，这个汁也收的差不多了，我们把它起锅。起锅之后呢，这时候我们来铺上海苔这个不用什么黏我们只要压一下这个油温就会把海苔吸附在上面，吸附的好好的。好，把刚才的一些酱汁我们再倒回去，淋上去这个梅汁。好，那我们一道好吃的梅负担跳慢步就这样完成了。好，我们现在小建中汤煮半个小时已经到了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滤出来，滤多少呢？我们这些食材的量大概需要40cc 左右。茄子香跟豆腐香已经炸好了，我们现在小建中汤的汤汁也煮好，我们滤出来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准备来把它勾芡我们可以切一点点芹菜，切一点点胡萝卜，增加它这个芡汁的色还有香气芡汁的浓稠度呢，可以依个人的喜好那适当的去调整它的比例那这样芡汁好了，我们就淋上去这一道紫气天寿香健康，我们就完成了。那这看起来也有一点类似日本的关东煮的味道。那我们今天4道素食年菜都已经完成了。那各位可能可以注意到就是我们在烹调过程当中其实没有放到什么调味料，除了我们炒这个米粉的时候呢，放一点点酱油跟素蚝油之外，其他的我们就是用食材当中原有的味道来做一个烹调。其实食材的味道跟药材的味道如果可以搭配得很好的时候呢，我们是不需要放任何调味品的，减少身体对钠、对糖然后还有对油的这些负担那可以让大家吃得健康又愉快。祝大家身体健康，虎年行大运！谢谢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开启小铃铛、按赞、订阅加分享哟。